我现在一闻到那种腥气，腿就软，不是鱼腥，不是血腥，是介于这两种之间的一种味道，有点甜，有点腐，像是一块生肉在密封的空间里放了很久，蛋白质开始分解，但还没到完全臭透的那个阶段。南方回南天里会有这个味道，我以前以为那是正常的潮气发酵，现在不这么想了。那间顶楼的房子，我只在里面待了不到20个小时。那是去年春天我刚换工作的时候，手头不宽裕，在租房软件上找到了1个月租800的顶楼套间，照片拍得还行，采光好，有独立卫浴，离地铁站走路12分钟。我当天就去看了，房东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话很少，带我走了一圈，最后站在门口问我要不要，我说要，他把钥匙递给我就走了。事后想想，他在我看房的整个过程里没有走进过洗手间，我是当天下午搬进去的，行李不多，就2个大箱子加1个背包。爬到顶楼的时候，我已经出了一身汗，开门进去，第一件事是去开窗通风。窗户打开以后，那种腥气就进来了，我以为是外面街道上有什么气味飘上来，但那栋楼的顶楼已经高过了周围大部分的树冠，外面飘进来的应该是风和一点点植物的气息。那腥气不是从窗外来的，它是从屋子里往外走，是我开了窗之后被向外排出来的。我站在那里闻了一会儿，说不清楚从哪个方向更浓。随后我归结成是这房子太久没住人，发霉了，把2扇窗都开到最大，开始整理箱子。墙皮的状态比照片里差很多，靠近顶角的那一圈，墙皮像死皮一样成片的卷着边，底下露出发黑的砖块，颜色深得不均匀，有些地方像是被什么液体经过，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字印。我用手摸了一下那些字印，是干的，但摸上去有一种细小的颗粒感，不像是普通的水渍，倒像是某种有粘性的东西干燥之后留下的痕迹。我把衣服挂进衣柜，柜子的内侧背板上有一条细缝，缝里夹着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收据或者快递单，用指甲扣出来，展开一看，是一张对折的白纸，上面用红圆珠笔写着字，字迹用力但扭曲，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像是在挣扎着往某个方向走，又被什么东西往反方向拽，最终停在一个很别扭的形状上。标题写的是租客须知，下面是3行字，没有序号，每行隔着一段距离，像是被刻意断开的。地板如果变软，不要低头看自己的倒影，如果闻到腥气变浓，不要抬头，如果你想走，在天亮之前走，天亮以后他就认识你了。我把那张纸重新折叠，放在床头柜上，继续整理箱子。我把那张纸重新折叠，放在床头柜上，继续整理箱子。我当时是真的没太当回事，租房市场里什么奇怪的房东都有。我之前租过一间房，上一个住客在门背后用签字笔写了一整面墙的诗，密密麻麻的全是失恋的内容。跟那相比，这张须知只是换了个形式在发神经而已。但我没有把那张纸扔掉，这是我那天做的所有决定里唯一正确的一个。我是在凌晨12点左右感觉到的，不是声音，也不是气味，是脚底的触感出了问题。我去洗手间刷牙，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，刚踏进门槛的瞬间，感觉到地面在轻微的下沉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像是踩在一块密度很高的海绵上。它能承重，但它在承重的时候会有极其细小的形变。我停下来，重心在那只脚上压了一下，地面的确有那种微弱的有弹性的回馈，水泥地不应该有弹性。我蹲下来用手掌按了按，地面是硬的、凉的，正常的水泥触感。我站起来再踩，那种软的感觉又回来了，但只有脚掌的感觉是软的，手掌感觉到的是硬的。这2种感知同时存在，矛盾的让我头皮发麻。我想起那张纸上写的第1行，我没有低头，我直视前方，眼神落在水龙头上，保持着这个视角，慢慢刷完了牙，慢慢漱了口，把杯子放回去，然后侧着身子，一步一步地往门口退。我原本是能退出去的，是那个气味让我犯了错。那股腥气在我退到门槛边的时候突然变浓了，比之前进来时浓了不止1倍。
那种甜腻的分解中的气息直接钻进喉咙，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嘴，目光跟着那个动作稍微向下偏了一点，就偏了那么一点。地板上那一滩发黄的水渍倒映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个人，不是完整的站着，是四肢扭曲的趴着，脑袋朝下悬着，和我之间只隔着那片水渍的反光。那个轮廓是人形的，但皮肤是青灰色的，像是放了很久的猪肉表皮那种发白的青。四肢的关节角度全都是反的，折在身体两侧，像一只翻转的壁虎。他的头发很长，在重力作用下直直地垂着，发间距离我站着的地面大概不到1米。但我没有立刻抬头去看真实的天花板，因为我记得那张纸的第2行，闻到腥气变浓，不要抬头。我把目光从水渍里挪开，重新看向门框，重新往后退出了洗手间。我拉上洗手间的门，在门把手上压住手，把门顶死，在那里站了大概3分钟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那股腥气从门缝里慢慢渗出来。我回到客厅，把那张租客须知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。第3行写的是在天亮之前走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12点20分，天亮还有将近6个小时。我开始收拾东西，没有慌，是那种因为太清醒而反而显得麻木的状态，就像考试时间只剩5分钟，但题目还有半张没做，你反而会平静下来，按顺序一道一道的把能做的先填上。我把换洗衣服重新塞进背包，把充电器拔了，把洗漱用品我停住了。洗漱用品在洗手间，我把手放在洗手间的门把手上，没有推开，先侧耳听了一会儿，里面还是安静的，但那股腥气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客厅，浓度比刚才又上来了一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速度很快，眼神径直看向洗漱台，不看地板，不看顶上，像一个不看路的人过马路一样，全靠肌肉记忆。我拿到了牙刷，拿到了洗面奶。就在我要退出去的时候，我的后颈感觉到了一滴液体，不是水滴，不是那种打在皮肤上会往两侧散开的质感，这一滴是粘的，落点很准，就在后颈正中间，顺着皮肤往下滑的速度比水慢，像是有轻微的表面张力在把它往上拉。我低头时感觉到它停在了脖子的那根细骨节上，没有再往下走。我想起第2行，不要抬头。我没有抬头，但我感觉到了天花板在动，不是地震那种震动，而是一种很低频的有节律的压缩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肺正在用很慢的速度进行呼吸。天花板是他的胸腔，每次下压那个频率都刚好踩在我心跳的间隙里，我被迫跟上了这个节律。我的呼吸开始同步，我的心跳开始同步。我感觉到一种迟钝的向下的重力，像是什么东西正在把我的重心往地板里拽。地板又变软了，这次是整个洗手间都软了，是那种踩在人体皮肤上的触感，有温度，有细小的弹性，有微微的回弹。我的手里还攥着牙刷和洗面奶，我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脚底下每踩一下都能听到那种极轻的湿润的扑声，像是踩在了什么正在呼吸的东西的腹部。那张被我忘在地板上的租客须知这时候沾水了，红圆珠笔的字迹在水里化开，红色的墨水一圈一圈的晕开，像是在渗血。然后那些晕开的墨水开始重新聚拢，在纸面上另写了一行字，字迹和原来的完全不同，这次是工整的，一笔一画的。他看见你了。我踩着那张纸往外走，没有低头，我只用眼角的余光确认了那行字存在，然后走出了洗手间，走进客厅，拎起背包走向大门。门把手是热的，不是金属在室温里的常温，是那种被人握了很久之后留下的体温，带着皮脂的那种细腻的热。我把手放上去的瞬间，感觉到了一种微弱的从门背后传来的呼吸节律，和洗手间天花板的节律是同一个频率。我松开门把手，退了2步，在客厅中间站定。天亮之前走，但那个东西现在在门后面。我在客厅里站了很久，不知道确切多长时间，把那张租客须知反复看了很多遍。他写的是3条规则，但没有写任何如果违反了会怎样，也没有写这是什么东西，
它像一张使用说明，只告诉你操作步骤，不告诉你原理。写这张纸的人，我想他是进过洗手间的，是看过天花板的，是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的，但他最后还是活着离开了。活着离开才能写下这张纸。他怎么走的？第3行只说了在天亮之前走，没有说用什么方式走，没有说门锁了怎么办，没有说如果他站在门后面应该怎么办。这说明他离开的时候那个东西没有堵门，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种状态下那个东西不守着门。我想到了那张纸最后落进水里重写的那行字，他看见你了。不是我看见你了，是他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洗手间的方向，里面还亮着灯，门是虚掩的。洗手间里有一个东西，它趴在天花板上，它现在知道了我的存在。门后面有某种节律在呼吸，那个节律和洗手间里是同一个，它们是同一个东西。如果同一个东西要同时存在于2个地方，那当它完全在洗手间里的时候，它就不在门后面。我走进洗手间，速度很快，推开门，站到洗漱台前，面对镜子，不低头不抬头，让那个东西在它自己的地盘上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这里。我能感觉到那种呼吸节律在我进来之后明显加重了，天花板下压的幅度变大，腥气浓得像是直接糊在了脸上。我站了大概30秒，然后原路退出来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大门。门把手是凉的，普通金属的常温，没有体温，没有呼吸，就是一块普通的冷金属。我拉开门，冲进楼道，跌跌撞撞地下了5层楼，一直跑到了街上，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里坐到天亮。我的背包里只有那2件换洗衣服、充电器、牙刷和洗面奶。洗漱用品我带走了，行李箱我没来得及拿。我后来没有回去取行李箱。我打过房东的电话，他接了。我说我要退房，他问为什么，我说有点不适应。他沉默了几秒，说行，挂了。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回去取东西，没有问我押金，就直接挂了。我觉得他知道，他在我看房那天没有走进洗手间，不是忘了，是不敢进，或者不需要进，因为他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大概2个月后，我在一个本地租房群里看到有人发帖，说那栋楼要拆迁，清理顶楼的时候，工人从洗手间的天花板夹层里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一捆发霉的旧草席，里面裹着衣物，后来确认是3年前在那里失踪的一个租客的。草席里还有一样东西，是一瓶没用完的强效洁厕灵。我去查了那个失踪租客的信息，是个女生，失踪时间是3年前的春天，同样是回南天，同样是顶楼。失踪前一天，她发过一条朋友圈，照片是那扇洗手间的窗户，没有文字，只有定位，是那栋楼的地址。我不知道那瓶洁厕灵意味着什么，也许她当时和我一样，在洗漱台上发现了它，想用气味盖住腥臭味，或者想驱赶那个东西。也许洁厕灵根本没有用，她最后还是没走成。也许洁厕灵有用，她用了它，但还是太晚了。用它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已经认识它了，天已经亮了。我把那张租客须知保存了下来，它现在压在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的床垫底下，字迹还在，但颜色从红色变成了棕色，像是时间久了自然氧化的结果。只有最后那行手写进去的字，他看见你了，还是红的，鲜的像是刚写上去的。每到回南天，空气里偶尔会出现那种腥气，我没有办法判断那是正常的潮湿气味还是别的什么。我只是每次闻到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天花板，然后想起那张纸上第2行写的闻到腥气变浓不要抬头。到今天为止，我都还没有违反过这条规则。